今天我们要深度解析的是《直觉陷阱》这部作品。这本书的作者高登邦在心理学领域有着深厚的研究积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这本书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人将其视为提升自我认知能力的重要工具。书中详细阐述了30种心理学效应，这些效应如同一面面明镜，能够帮助我们清楚地看到自己在思维过程中经常犯的认知错误，从而引导我们做出积极的改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判断时，往往会不自觉地以过去的经验或从外界获得的线索作为衡量标准，这就是参考点效应的体现。这种效应可以分为内部参考点效应和外部参考点效应两种形式。内部参考点指的是我们基于自身过往经历在心理上形成的比较基准，而外部参考点则是将从外界环境中获取的信息作为比较标准。与参考点效应密切相关的是锚定效应，它指的是我们在做判断时会不自觉地受到最初获得信息的影响，就像船只被锚固定一样，很难摆脱这种最初信息的束缚。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现象，假如你之前购买过一款手机，价格是3000元，使用体验非常好，那么下次在购买手机时，你内心就会不自觉地将3000元作为一个参考点和锚定标准，认为价格在3000元左右的手机才是可靠的选择。如果看到一款手机只要1000元，你可能就会觉得它的质量肯定不行，而如果看到一款手机要5000元，你又会觉得太贵了，不划算。这就是内部参考点和锚定效应在起作用。再比如说，当你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追捧某款新出的网红产品，大家都说好的时候，你在考虑要不要购买这款产品时，就会把朋友们的评价当做一个外部参考点，很可能就会跟风去买。心理学研究发现，参考点和锚定效应确实是盲目崇拜和价值误判的重要根源。在职场环境中，一些领导在评价员工时总是习惯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判断，比如他以前带过一个员工特别勤奋，业绩也很好，后来这个员工升职加薪了，那以后他看到新员工就会不自觉地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要是新员工表现得不够勤奋，哪怕业绩还不错，他也会觉得这个新员工不行。这就是参考点和锚定效应导致的对新员工不公平的评判。很多人过度追捧明星，明星代言什么产品，他们就买什么产品，根本不考虑产品到底是不适合自己。这就是因为他们把明星的影响力当作了外部参考点和锚定标准，陷入了盲目崇拜的误区。还有在投资的时候，有些人看到某个行业前几年特别火爆，赚了很多钱，就盲目跟风投资这个行业，结果等他进去的时候，市场已经饱和了，最后就是赔本交学费。这就是价值误判，被参考点和锚定效应给误导了。所以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可不能被参考点效应牵着鼻子走，要多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们经常会模仿那些成功人士的行为和决策，倾向于跟随成功人士的想法和行为，因为他们这么做都成功了，所以自己也这么做，觉得只要照着他们的方法做，自己也能成功。就像很多人看到马云创办了阿里巴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想着自己也要像马云一样创业做电商。于是不管自己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和资源，就一股脑地扎进电商行业，结果很多人都失败了。或者容易相信权威人士的话，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对的，不敢去质疑。比如说在医院里，病人往往会完全相信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哪怕自己有疑问也不敢提出来。在学校里，学生也会觉得老师说的都是对的，不会去怀疑。其实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成功人士的经验和方法不一定适合自己，就像世界上没有2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在学习成功人士或者听取权威人士建议的时候，不能盲目模仿、听从，不然很容易让我们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说你想创业，看到别人在某个行业做得很成功，你不能马上就跟风去做，你得先分析自己的兴趣、技能和资源，看看这个行业是不适合自己。要是你对这个行业一点兴趣都没有，也没有相关的技能和资源，就算这个行业再赚钱，你去做也很难成功。所以我们得找到适合自己的路，不能被外部影响给误导了。破窗效应告诉我们，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如果一个房子的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抛扔，丝毫不觉得羞愧。
这就是破窗效应，它告诉我们，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在生活中，破窗效应的例子随处可见。比如说，你走在一条街上，看到地上有一些垃圾，一开始你可能还会觉得不舒服，不想把自己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但是如果过了一会儿，你发现地上的垃圾越来越多，其他人也在乱扔垃圾，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无所谓了，也会把自己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再比如说，一个公司里，如果有个别员工经常迟到早退，但是公司没有及时处理，那其他员工可能就会觉得迟到早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慢慢的迟到早退的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可不能忽视小问题，一旦发现问题，就要及时解决，不然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麻烦。现状偏误是指人们倾向于维持现状，不愿意做出改变。比如说，你在一家公司工作了很多年，虽然这份工作你已经做得很厌烦了，工资也不高，但是你还是不愿意辞职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因为你害怕改变，担心辞职后找不到更好的工作，适应不了新的环境。这就是现状偏误在影响你，让你错失了很多发展的机会。在生活中，很多人都会受到现状偏误的影响。比如说，有些人一直住在自己熟悉的城市，虽然这个城市的发展机会有限，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去其他城市闯荡，因为他们害怕离开熟悉的环境。还有一些人一直使用同一种品牌的产品，哪怕市场上出现了更好的产品，他们也不愿意尝试，因为他们习惯了现有的产品。其实有时候改变并不一定是坏事，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所以我们要勇敢地走出舒适区，克服现状偏误，积极拥抱改变，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不作为偏误是指人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往往会倾向于不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觉得不做就不会犯错，而做了可能会犯错。比如说，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疑难病症，因为害怕自己的治疗方案会出错，导致病人病情加重，就不敢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结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在生活中，不作为偏误让很多人错失了机会。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好的创业想法，但因为害怕创业失败，就一直不敢行动，结果这个想法被别人实现了，自己后悔莫及。还有在学习中，有些人遇到难题，因为害怕自己做不出来，就不去尝试解决，结果难题越积越多，成绩越来越差。所以我们要克服不作为偏误，不要因为害怕做错而不做，积极行动起来，即使可能会犯错，也能从错误中学习成长。自我服务偏误是说，人们往往会把成功归功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而把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比如说，你考试考得好，就会觉得是自己努力学习的结果；如果考得不好，就会觉得这题目太难，老师没讲清楚，或者运气不好。在工作中，项目成功了，你会觉得自己功劳最大；项目失败了，就会觉得是同事不配合、市场环境不好等。这种偏误很容易让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无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就像如果一直把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就不会反思自己在过程中哪里做得不好，下次可能还会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客观看待成功和失败，成功了既要肯定自己的努力，也要看到外部因素的助力；失败了既要考虑外部因素，更要反思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不断进步。自我实现预言是指人们先入为主的判断，无论其正确与否，都将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以至于这个判断最后真的实现。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在数学方面没有天赋，学不好数学，于是在学习数学的时候，你就会缺乏信心，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结果你的数学成绩真的很差，这就验证了你之前的想法。这就是自我实现预言，你消极的信念导致了消极的结果。相反，如果我们有积极的信念，也能带来积极的结果。比如说，你觉得自己一定能通过英语6级考试，于是你每天都认真背单词，做真题，积极备考。在考试的时候，你也充满信心，发挥出了自己的最佳水平，最后你真的通过了英语6级考试。这就是积极的自我实现预言。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树立积极的信念，这样才能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过度自信是指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能力、知识和判断的准确性。比如说，很多人在考试之前觉得自己复习得很好，肯定能考个好成绩，但实际上考试成绩可能并不理想。还有些人在开车的时候觉得自己的驾驶技术很好，不会出交通事故，于是超速闯红灯，结果很容易发生意外。过度自信很容易让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掉以轻心，忽视潜在的风险。就像在投资中，有些人觉得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很准确，于是重仓买入某只股票，
结果因为市场变化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要太高估自己，在做决策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风险，做好应对准备。信念偏执是指，当我们的信念受到证据挑战时，我们仍然会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愿意改变。比如说，你一直认为某个人是好人，当有人告诉你这个人做了坏事，并且有证据证明时，你可能还是不愿意相信，会找各种理由为这个人辩解，坚持自己的信念。这种固执己见的态度很容易让我们犯错。在工作中，如果你一直坚持自己的某个想法，即使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也不愿意改变，就会导致工作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勇于接受新的信息和证据，当发现自己的信念是错误的时候，要及时改变，不要固执己见。替代效应是说，人们对于自己投入劳动情感而创造的物品会产生过度高估其价值的倾向。就像我们在购买家具时，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动手组装，当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把家具组装好后，会觉得这个家具特别有价值，哪怕它的实际价格并不高。这就是替代效应，我们因为自己的投入而高估了物品的价值。而禀赋效应是当我们拥有某样东西之后，会觉得它的价值比我们拥有之前高很多。比如说，你买了一件衣服，刚买的时候觉得它一般般，但是当你穿了一段时间，对它有了感情之后，如果你想把它卖掉，就会觉得它应该卖个好价钱，比你当初买它的价格还要高。这就是禀赋效应在起作用，让我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过度珍视。很多人在做决策的时候，会因为太看重自己拥有的东西而不愿意放手。比如说，你手里有一只股票，这只股票的价格一直在下跌，已经没有什么上涨的希望了，但你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了这只股票，舍不得卖掉，结果越套越深。还有在感情中，有些人明明知道对方不适合自己，在一起不会幸福，但因为已经习惯了对方的存在，舍不得放手，就一直耗着。所以我们要学会客观地看待自己拥有的东西，不要因为禀赋效应而不愿意放手，有时候放手才能得到更好的。损失厌恶是说，人们失去某样东西时的痛苦感，要比得到同样东西时的快乐感强烈得多。比如说，你丢了100元钱，会觉得特别难受，这种难受的感觉可能比你捡到100元钱的快乐感觉强烈好几倍。正因为这样，很多人在做决策的时候，会因为害怕失去而不敢去尝试，错失了很多机会。就像在投资的时候，有些人明明知道某只股票未来有很大的上涨空间，但因为害怕现在买入后股价会下跌，遭受损失，就一直犹豫不敢买入，结果看着股票价格一路上涨，后悔不已。还有在感情中，有些人明明知道一段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继续下去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但因为害怕失去对方，害怕独自面对生活，就一直拖着不分手，最后让双方都痛苦不堪。所以我们要理性看待得与失，不要因为害怕失去而裹足不前，有时候适当的冒险才能带来更大的收获。心理距离是指人们在感知和评价事物时，会受到与事物之间心理距离的影响。心理距离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假设性等维度。比如说，对于发生在很久以后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觉得它不太重要，不会太在意；而对于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会觉得它很重要，会认真对待。这就是时间距离对我们的影响。再比如说，对于发生在遥远地方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觉得与自己无关，不会太关心；而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我们会觉得与自己息息相关，会特别关注。这就是空间距离对我们的影响。在人际交往中，心理距离也非常重要。比如说，你和一个朋友吵架了，你觉得自己很委屈，对方不理解你。这个时候，如果你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尝试缩短与对方的心理距离，你可能就会发现对方也有自己的难处，并不是故意要和你吵架的。这样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对方，化解矛盾。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会换位思考，缩短与他人的心理距离，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人相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推敲可能性模式是人们在面对信息时会有2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中心路径，也就是通过仔细思考信息的内容和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另一种是外周路径，也就是根据信息的一些表面特征，如信息来源的权威性、信息的表达方式等来做出判断。比如说，你看到一篇关于某种保健品的广告，广告中列举了很多科学研究数据和专家的推荐，你可能就会认真思考这些数据和推荐的真实性，通过中心路径来判断这个保健品是否值得购买。但是，如果你看到的广告只是强调这个保健品是某个明星代言的，
你可能就会因为明星的影响力，通过外周路径来决定购买这个保健品，而没有仔细思考它的实际效果。在生活中，我们要尽量采用中心路径来处理信息，理性思考，避免盲目跟风。比如说，在面对各种投资理财产品的宣传时，我们不能只看广告上说的收益有多高，或者是某个名人推荐了这个产品就盲目的投资。我们要仔细研究产品的风险、投资策略等内容，通过理性分析来做出决策。所以，我们要学会运用推敲可能性模式，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不被外界的干扰因素所左右。适应性效应是指人们对新的刺激或环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适应，其感受会逐渐减弱。比如说，你买了一辆新车，刚拿到车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兴奋，每天都迫不及待地想开车出去兜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会逐渐适应有车的生活，对车的新鲜感也会慢慢消失。这就是适应性效应，它让我们对新事物的热情逐渐减退。在生活中，适应性效应会让我们忽视身边很多美好的事物。比如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城市里，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城市的风景很美，空气很清新，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对这些习以为常，不再觉得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学会感恩，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不要让适应性效应磨灭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事物，不断给自己带来新的刺激和体验，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巴纳姆效应是指人们常常会倾向于一些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认为这些描述特别适合自己，即使这种描述十分空洞。比如说，星座运势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描述：本周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小挑战，但只要你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就能顺利克服。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描述就会觉得特别准，好像说的就是自己。其实这样的描述适用于很多人，它并没有什么针对性。这就是巴纳姆效应，它让我们很容易被一些模糊的描述所迷惑，从而对自己产生错误的认知。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会认清自己，不要被巴纳姆效应所影响。比如说，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些星座分析或者性格测试的结果就决定自己的职业方向。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兴趣、技能和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光环效应是说，当一个人或事物在某一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时，我们就容易认为他在其他方面也同样优秀，就像一个发光的光环笼罩着他，让我们忽略了他的缺点。那恶魔效应是什么呢？它其实和光环效应是相对的。恶魔效应是指，当一个人或事物在某一方面表现得很差时，我们就容易认为他在其他方面也同样糟糕。比如说，一个人曾经做过一件坏事，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他一无是处，不管他后来做了多少好事，都很难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光环效应让我们过度美化一个人或事物，恶魔效应让我们过度丑化一个人或事物。这两种效应都让我们无法客观全面的评价。就像评价一部电影，如果你因为特别喜欢其中一位演员，就觉得整部电影都完美无缺，哪怕剧情漏洞百出；或者你因为讨厌某个导演，就觉得他拍的所有电影都烂到家，哪怕这部电影口碑很好，这都是不理性的。在工作中，光环效应也很常见。有些员工因为一次项目做得特别成功，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认可，领导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员工做什么都厉害，哪怕他在其他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小失误，领导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实际上，这个员工可能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再比如，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看到一个品牌的某一款产品特别好用，就会觉得这个品牌的所有产品都很好，于是盲目的购买这个品牌的其他产品，结果发现有些产品并不适合自己。我们看待人和事的时候，可不能被光环效应牵着走，要全面客观的去了解，不能只看表面。我们在生活中要尽量避免被这两种效应影响，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某一个优点或缺点，要综合他的方方面面。看待一件事也不能因为某一个环节的好坏就对整件事下结论，只有客观全面的去评价，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确认偏误是人们总是倾向于寻找和接受那些能够支持自己已有观点的信息，而忽略或拒绝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反的信息。比如说，你特别喜欢某个明星，当别人说这个明星的坏话时，你就会很反感，觉得别人是在造谣；而当别人说这个明星的好话时，你就会特别开心，觉得别人说的太对了。这就是确认偏误在作祟，让你只活在自己的认知里。在工作中，确认偏误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
一个团队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引导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想法，在讨论项目方案的时候，他就只愿意听那些支持自己想法的意见，对于那些提出不同看法的意见，他要么不予理会，要么就反驳回去。结果可能因为这个错误的想法，导致项目失败。我们也要学会跳出确认偏误的陷阱，多听取不同的意见，哪怕这些意见和自己的想法相悖，也要认真思考，说不定能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让自己的想法更加完善。当我们在观察事物的时候，往往只看到那些成功存活下来的案例，而忽略了那些失败的案例，从而对事物产生错误的认知。比如说，很多人看到一些创业者取得了成功，就觉得创业很容易，自己也想去创业。但他们没有看到，在这些成功的创业者背后，还有无数的创业者失败了，只是这些失败的案例没有被我们关注到而已。就像在读书的时候，有些人看到一些没怎么好好学习的人也考上了好大学，就觉得学习不重要，不用努力也能成功。但他们没有看到，那些考上好大学的人，大部分都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而那些没好好学习又考上好大学的人，只是极少数的幸运。所以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不能只看到表面的成功案例，还要关注那些失败的教训，从失败中学习经验，这样才能对事物有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框架效应是指同一个问题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会让人产生不同的判断和决策。比如说，医生告诉一个病人这种手术的成功率是90%，病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手术很可靠，愿意接受手术。但如果医生说这种手术的失败率是10%，病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手术很危险，不愿意接受手术。其实这两种说法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因为表达方式不同，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在生活中，框架效应无处不在。比如，商家在促销的时候会说买1送1，而不是打5折，因为买1送1听起来更划算，更能吸引消费者购买。还有在谈判的时候，一方可能会把自己的要求用一种更委婉、更有力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对方更容易接受。所以我们要学会看清问题的本质，不要被不同的表达方式所迷惑，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稀缺性谬误是指，当某样东西变得稀缺时，人们会觉得它的价值更高，更想要得到它。比如说，商家经常会搞限量版、限时抢购的活动，就是利用了人们的稀缺性心理。当人们看到某件商品数量有限，或者只有在规定时间内才能买到时，就会觉得这件商品很珍贵，赶紧下手购买，哪怕自己并不是很需要。这种谬误很容易让我们冲动消费。比如看到最后一件的衣服，不管合不合身就买了下来；看到限时折扣的商品，不管有没有用就囤了一堆。结果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些东西根本用不上，造成了浪费。我们需要理性看待物品的稀缺性，不要因为稀缺就盲目购买，要考虑自己的实际需求和物品的真正价值。风中定律是指人们对一段经历的记忆，主要取决于这段经历的高峰时刻和结束时刻的感受，而不是整个经历的平均感受。比如说，一场旅行，如果旅途中有一个特别开心的高峰时刻，而且结束时也很愉快，那么你对这次旅行的记忆就是美好的，哪怕旅途中有一些不愉快的小插曲。了解风中定律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帮助。比如，在服务行业，商家可以努力提升顾客在消费过程中的高峰体验和结束体验，让顾客对自己的服务留下好印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有意识地创造一些美好的高峰时刻和愉快的结束时刻，让自己的生活更加难忘。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被片段的记忆所迷惑，要全面地感受和评价一段经历。首因效应，也就是第一印象效应，是指人们在第一次接触某个人或事物时留下的印象，会对之后的判断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第一次见到一个人，觉得他很有礼貌、很友好，那么之后你可能就会一直觉得他是个好人，哪怕他后来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近因效应是指当人们接触一系列事物时，对末尾部分的记忆效果优于中间部分的现象。比如你在背诵一篇课文时，可能对开头和结尾的内容记得比较清楚，而对中间的内容记得模糊。在人际交往中，近因效应也很明显。比如你和一个朋友最近闹了矛盾，可能就会忽略你们之前的友好相处，觉得这个朋友不好。第一印象虽然重要，但并不一定准确。如果因为第一印象就对一个人或事物下结论，可能会错过很多好的机会。比如评价一个员工的表现，不能只看他最近的工作状态，还要综合考虑他一直以来的表现。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要综合考虑过往的情况，不要被最近发生的事情左右。
事后诸葛亮偏误，相信大家都明白，就是当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人们总是觉得自己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好像自己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一样。比如说，一场足球比赛结束后，如果你支持的球队输了，你可能会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会输。”你看那个前锋状态那么差，但在比赛开始之前，你可能并不是这么想的。这种偏误很容易让我们高估自己的判断力，忽视自己在决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就像在工作中，一个项目失败了，有些人会说：“我早就觉得这个项目有问题，果然失败了。”但在项目进行的时候，他们可能并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要避免事后诸葛亮偏误，在事情发生之前，要认真分析和思考，做出合理的决策。在事情发生之后，要客观地总结经验教训，从错误中学习成长，而不是一味的马后炮。赌徒谬误是指人们错误地认为随机事件的结果会受到之前结果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一件事情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那么它在未来发生的概率就会增加。比如说，在掷硬币的时候，如果连续几次都掷出了正面，有些人就会觉得下一次掷出反面的概率会很大。但实际上，每一次掷硬币的结果都是独立的，正面和反面出现的概率都是50%，不会受到之前结果的影响。在赌博中，很多人都会受到赌徒谬误的影响，他们觉得自己之前输了很多钱，下一次肯定会赢回来，于是就继续赌下去，结果输得更多。在投资中也是一样，有些人看到一只股票连续下跌了很多天，就觉得这只股票很快就会上涨，于是大量买入，结果可能被套牢。所以说，我们要理性看待概率，不要相信所谓的运气会逆转，在做决策的时候，要基于客观的分析和判断，而不是靠运气。代表性启发式是指人们在判断一个事物的时候，会根据这个事物与某一类别事物的相似性来进行判断。如果它与某一类别事物很相似，就会认为它属于这个类别。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穿着西装革履，戴着眼镜，就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他看起来和你印象中的知识分子很相似。但有时候，这种根据相似性做出的判断是不准确的。比如说，一个人虽然穿着很随意，但可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科学家，而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人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推销员。所以我们在判断事物的时候，不能只看表面的相似性，要关注事物的本质特征，这样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可得性启发式是指人们在判断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时，会根据这件事情在自己脑海中出现的容易程度来判断。如果这件事情很容易被想起，就会觉得它发生的概率很高。比如说，你最近看到了很多关于飞机失事的新闻，当有人问你坐飞机和坐汽车哪个更安全时，你可能会觉得坐汽车更安全，因为飞机失事的新闻更容易在你脑海中出现，让你觉得飞机失事的概率很高。但实际上，从统计数据来看，坐飞机比坐汽车安全得多。在生活中，可得性启发式很容易让我们产生错误的判断。比如说，有些人因为身边有朋友创业成功了，就觉得创业很容易，自己也想去创业，而没有考虑到创业的风险和难度。我们在判断事情发生的概率时，要全面收集信息，不要被容易想起的事情误导，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结果偏误是指人们在评价一个决策的时候，往往只看决策的结果，而不考虑决策过程的合理性。比如说，一个人买彩票中奖了，大家会觉得他很幸运，很会选号码，但实际上买彩票中奖是一个随机事件，和他的选择没有多大关系。还有一个人在投资中因为运气好赚了很多钱，大家会觉得他很有投资眼光，但可能他的投资决策本身是很冒险、不合理的。只看结果会让我们错误地评价他人和自己。在工作中，如果一个员工因为运气完成了一个项目，得到了领导的表扬，而另一个员工因为运气不好，虽然付出了很多努力，项目却失败了，就受到了批评，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在评价一个决策的时候，要全面考虑决策过程和结果，不要只看结果，更要关注过程中的努力和付出。归因偏差是指人们在解释他人或自己的行为时会出现的一些偏差。比如，当别人成功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是他运气好；当别人失败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是他能力不行；而当自己成功时，会觉得是自己能力强；当自己失败时，会觉得是运气不好。这种归因方式很不公平，也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比如在团队合作中，如果项目成功了，你觉得主要是自己的功劳；如果项目失败了，就觉得是队友拖了后腿，这样会影响团队的凝聚力。所以我们在归因的时候要多角度考虑，既要看主观因素，也要看客观因素，
既要看自己的原因，也要看别人的原因，这样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截止期限效应是当人们知道某件事情有一个明确的截止期限时，会在截止期限临近的时候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加快完成任务的速度。比如说，你有一篇论文要在1个月后提交，一开始你可能觉得时间还早，不着急，每天就随便看几页资料，进展很慢。但是当离截止期限只剩下1周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时间不够用了，于是开始拼命地查阅资料，熬夜写论文，在截止期限前终于完成了任务。这就是截止期限效应在起作用，它能激发我们的潜能，让我们在短时间内提高效率。但是，如果我们不合理利用截止期限效应，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人总是把任务拖到截止期限的最后一刻才开始做，虽然最后也完成了任务，但是质量可能不高，因为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仔细思考和完善自己的工作。还有一些人因为害怕不能在截止期限前完成任务，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导致焦虑情绪产生，影响工作和生活。我们需要合理利用截止期限效应，提前规划好任务，在截止期限到来之前有条不紊地完成工作，这样既能保证工作质量，又能避免给自己带来太大的压力。沉没成本谬误是指人们在决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是看这件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也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有过投入。我们把这些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支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称为沉没成本。比如说，你买了一张电影票，花了50元，当你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发现电影特别难看，你觉得再看下去就是浪费时间。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自己已经花了50元买电影票了，如果不看完，这50元就白花了。于是你就硬着头皮把电影看完了，结果浪费了更多的时间。这就是沉没成本谬误在作怪，你为了已经花出去的50元而放弃了更好的选择，也就是离开电影院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在投资领域，沉没成本谬误也经常出现。比如说，你买了一只股票，买的时候价格是10元一股，你买了1000股，花了1万元。结果买了之后，股票价格一路下跌，跌到了5元一股。这个时候你心里很纠结，不知道是该割肉卖出还是继续持有。你想，如果现在卖出，自己就亏了5000元，太心疼了。于是你就抱着侥幸心理，希望股票价格能涨回来。结果股票价格继续下跌，最后跌到了1元一股。这个时候你已经亏了9000元，损失惨重。其实，在股票价格跌到5元一股的时候，你就应该果断卖出，及时止损，因为你之前花的1万元已经成为了沉没成本，再怎么纠结也回不来了。你应该着眼于未来，做出更理性的决策。所以说，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克服沉没成本谬误，别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勇敢向前看。通过对这些心理效应的深入研究和分析，作者高登邦告诉我们，直觉虽然有时候很有用，但也常常会让我们犯错。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直觉，要学会用理性的思维去分析和判断，同时也不能忽略感性的力量，要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找到平衡。在生活中，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有没有掉进这些认知偏误的陷阱里。比如在做决策的时候，多问问自己是不是被锚定效应影响了，是不是因为损失厌恶而不敢尝试，是不是陷入了确认偏误，只听自己想听的。摆脱认知偏误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反思和实践，但只要我们有意识的去改变，就一定能慢慢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成为一个既理性又感性的人，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帮助大家快速了解《直觉陷阱》这本书的精华，也希望大家能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摆脱认知偏误的困扰，活出更清醒、更精彩的人生。